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前几天呢 ，Strategy 卖了32个比特币。这件事比较可怕的地方，不是32个比特币到底值多少钱，而是 Michael Saylor 亲手撕开了他永不卖币的口子。他让市场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些加密财库的公司也不是说只买不卖。但你不要忘了，市场上还有另外一家更激进的公司，它没有卖，相反，在以太坊从山顶上跌掉了2/3之后，他还在继续在买。站在这家公司背后的是华尔街最著名的乐观派 Tom Lee。过去呢，他总是那个喊多的人，可现在呢，他可能成为了最骑虎难下的人。所以今天呢，我只想问他一句话 ：Tom Lee， 你还好吗？要看懂他今天为什么这么骑虎难下，我们得先回到1年前。2025年的年中，加密市场呢是冰火两重天，比特币那边呢已经跑起来了 ，ETF、机构资金、数字黄金的叙事全都站在那边，可以太坊这边呢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已经非常久了。市场上全都是唱衰的声音，以太坊不行了，被索纳纳给甩开了，等等等等，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都在唱衰以太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家几乎没有人听说过的小公司逆势逆着所有的人杀了进来。他宣布要把以太坊当成整个公司的金库储备，开始重仓买入。这家公司的带头大哥呢，就是 Tom Lee。在一片以太坊已死的声音当中，他重金下注，然后市场开始疯狂了。这家公司的股票5个交易日之内暴涨了超过3000%。短短的1个多月，他就吃进去了80多万枚的以太坊，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上市的以太坊持有公司。接下来发生的事看起来也像是在证明 Tom Lee 是对的。2025年的8月，以太坊真的从废墟里边站了起来，一路冲上了历史的最高点，接近4900多美元。那些唱衰以太坊的人被啪啪的给打脸， Tom Lee 赢了，赌对了。可问题是1年之后的今天，以太坊从那个山顶上滚了下来，现在呢只剩下1700多美元，已经跌掉了差不多2/3还多。而那个当初在以太坊上下对了注的人，那家公司贝特曼，现在呢也被市场反过来给审判。BMN2 的股价从最高点跌掉了大约90%，从160多到现在的16块钱，它越套越深。而且他还必须借着高息的钱继续往里边加仓。2026年的6月，现在正好是贝特曼启动这场以太坊豪赌的1周年的时间。1年的时间，从默默无闻到把以太坊推上历史的最高点，再到今天坐在近100亿美元的浮亏上面，靠着借钱来硬撑。这1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Tom Lee 为什么骑虎难下？我们一层一层的给他扒开来看看。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件事儿，它到底套的有多深。贝特曼现在手里握着大约是540多万枚的以太坊，它是全球最大的以太坊财富公司，一家公司吃下了整个以太坊总量的将近4.5%，而且呢还在往5%的这个目标往前冲，听起来很牛，全球最大。可你不要忘了，它的绝大部分的仓位是在2025年那波行情里边，以太坊冲向最高点的路上，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的。而今天呢，以太坊已经被腰斩了。这里有一个数字你可以感受一下，90亿美元。按照最近的媒体的估算，贝特曼账面上的浮亏已经接近90亿美元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他套的这么深，为什么不止损不认错？这个就是今天真正要拆解的地方。因为散户被套在山顶和一家上市公司被套在山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你我普通人买在山顶，最多我就是难受，我不打开交易软件，眼不见心不烦，我捂着它扛着，然后呢等它哪天回本，我们可以装死。可一家上市公司被套在山顶上呢，它不可能装死，它每天一睁眼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账户里面的亏损的数字，它要面对股价、融资、股东的质问、SEC 的文件，同时呢还有媒体的不断的追问，你还能撑得住吗？
所以汤姆利最难受的地方不是说以太坊的价格到底下跌了多少，而是他不能够像我们普通散户一样装死，因为他不是在用自己的钱在扛，他是用一家上市公司里边的资产负债表在扛。那他为什么不像 Saylor 一样干脆的我来卖一点先缓一口气呢？因为他不敢，一旦他开始卖以太坊，这个就等于自己亲手撕掉了我们坚定看多以太坊的这张招牌，他被自己立起来的这个人设死死的给锁在了山顶上。可问题是他不卖，又要继续去买，那他的钱从哪儿来呢？几个月前呢，我做过一期节目，什么时候会卖币要看3条生命线。那期节目里边推演过这类财务公司是怎么慢慢失血的。上一期呢，我们已经看到 Strategy 已经有了第一道的裂缝。今天我们把贝特曼这台机器彻底的给它拆开。首先你要知道的是，汤姆利买以太坊的钱从来就不是靠贝特曼自己赚来的。很多人以为贝特曼是一个挖矿的、搞技术的，用业务的利润去买币，不是的。他买以太坊的钱几乎全部来自于同一个地方，资本市场的融资。说白了就是不停的把自己的股票卖给市场，再拿市场给他的钱去买以太坊。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飞轮，发股票融资买以太坊，以太坊涨，股价涨，股价高了再发股票，再买更多的以太坊。这个飞轮和 Strategy 的玩法本质上一模一样。但这里呢必须说一句公道话，贝特曼它不是一个骗局，也不是一个空气的项目，他手里有真实的几百万枚的以太坊，他有公开的财务披露，他的以太坊拿去质押还能产生真实的收益，它不是假的。它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真假，而在于这台机器必须让市场持续的相信它，它才能够继续的融资。一旦市场哪天不相信它了，那么这台机器它就没有油了，发动不起来了。那它和 Strategy 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成本。Strategy 买比特币买的早，买的便宜，他手里有浮盈来垫底儿，所以他卖一点点币给市场放一个信号，安慰一下买他优先股那人，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可贝特曼不一样，贝特曼是在以太坊冲向高点的路上快速的建仓重仓，他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垫，全都是浮亏，所以他比 Strategy 更加脆弱，更加经不起市场不相信的。可他越是这样，他就越不能够停下来，因为他一旦停了，市场就会催问他，你不是说你要冲5%的以太坊的供应量吗？你不是说以太坊是未来金融系统的底层资产吗？所以他必须要维持住他那个我们永远在买的叙事，继续买币。可问题是继续买，钱到底从哪儿来呢？摆在汤姆利面前的是2杯毒酒，第一杯继续发新股融资买币，但你要知道 BMN2 的股价已经从高点一路跌到了16块钱，这个时候发新股就等于用打折价把公司一块一块的给卖出去，老股东手里的股票被稀释的越来越不值钱，你越是低价发股，股东呢越是骂你，你越是跑，股价就越往下掉。所以这杯毒酒，汤姆利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它是有毒的，但他没有办法，必须得喝。而旁边呢还摆着第2杯，他也开始学 Strategy 发行优先股。就在这个月6月，贝特曼发了一笔年化 9.5% 的永续优先股，募集大约3个亿的美元。公告里边写的明明白白，这笔钱就是拿去购买更多的以太坊。但你要注意这个数字 9.5%， 新融来的钱是新的燃料没错，但从喝下这杯酒的那一刻开始，贝特曼的身上就背上了一笔新的现金分红的压力。这一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贝特曼从一个卖股票买币的故事，正式的升级成为了一个背着固定现金分红义务的以太坊金融工程。以太坊涨的时候，它是一个赚钱的飞轮；可以太坊下跌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甩不掉的现金流的压力。那有人会说，贝特曼不是还有质押的收益吗？以太坊有生息呀，这不就可以有钱来付利息了吗？对，这个正是它比 Strategy 更聪明的地方。比特币不生息，但以太坊可以质押。贝特曼把80%多的以太坊拿去质押，一年呢，它能够产生大概2亿6千万美元的收益，这是真的造血，它不是吹牛。一年2-3个亿，也确实不是小钱。但是
如果你的底层资产已经浮亏了90个亿，那这一年2-3个亿的质押收益，最多也只能算上一个止血的绷带，它不是救命的东西，它能让你少流一点血，但你不能够从这个手术台上下来。更惨的是，它靠质押一天呢，大概能赚几十万到100多万美元。可以太坊的价格只要一跌，它一天蒸发的可能就是好几亿，赚的速度远远的赶不上亏损的速度。讲到这儿呢，我们来问一下开头的那个问题 ，Tom Lee， 你还好吗？之前我做过一期加密故事会，专门来讲 Tom Lee， 他不是什么一个普通的网红，也不是一个喊单的 KOL， 他是华尔街知名投行研究所 Fundstrat 的创始人，是这条街上最有代表性的长期乐观派之一。他的标签一直非常清楚，他相信流动性，相信市场的微型反转，他相信风险资产终究呢会被时间给拯救。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过去呢他是坐在办公室里边，在研究报告里边看多，而现在呢他是把一整家的上市公司变成了自己这个预言的执行工具。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是一个被套在 BMN2 里的投资者，你来问他一句 Tom Lee 现在怎么样了，你还好吗？他在镜头前他一定会告诉你我很好，这只是周期里的正常波动，以太坊的长期逻辑没有变，现在下跌反而是我们继续加仓的好机会。但他心里边的真实的回答呢，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不能说我不好，因为我一旦说出我不好，那么市场就会变得真的不好。以太坊跌了，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机会；股价下跌了，我可以说这是市场在误解我。我还可以继续买，我可以说这是信仰的坚定。可我心里边呢，比谁都清楚，这套玩法最怕的从来不是以太坊的价格下跌，最怕的是市场不再相信这个飞轮。如果有一天普通股卖不动了，优先股的利息还要照付，质押那点的收益又填不上这个窟窿，那我就会从一个逆势加仓的英雄，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所以我必须表现得非常坚强，因为我的资产负债表需要信心，我的股价它需要信心，我的那扇还没有关上门的融资的窗口更加的需要信心。我不是没有压力，我只是不能让你们看见我的压力。所以 Tom Lee 现在最怕的根本不是以太坊的价格在下跌，他最怕的是市场不再相信他，他还能继续买下去。只要市场还信他能买，他就还是那个大家都关注的逆势布局的最牛的人。可一旦市场不相信他了，他就变成了一个被高位套牢，只能靠不断加仓来维持自己故事的人。讲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心里可能会咯噔一下，连贝特曼都被套得这么惨，那以太坊是不是真的要完蛋了？我们把这个因果关系给它倒过来看，你就会立刻清醒，不是贝特曼套牢让以太坊变弱了，而是以太坊的环境变了，才暴露出来贝特曼这套模式原来是这么的弱。而且呢，我还得帮 Tom Lee 说一句公道话，以太坊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的50%以上的深度回撤，可它也确实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的又爬了回来。所以 Tom Lee 说以太坊有反弹的能力，这句话本身一点都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不在以太坊，而在时间这2个字上。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等，但一家靠不断的融资才能够续命的上市公司，它不一定能够等得起。它很可能在黎明到来之前就先一步没有了融资，而且呢，这些财务公司其实还面对着一个更慢但也更致命的对手 ETF。 你可以去想一想，今天你要是看好以太坊，你想买以太坊，你直接买一个以太坊的 ETF 就可以了，干净透明，成本又低，没有发行新股来稀释你，没有优先股来压着你，也没有管理层来替你决定你的风险。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买一个在以太坊上面又加了好几层杠杆和金融工程的贝特曼呢？这个问题可能才是真正的掐死那些财务公司的那把刀。我们可以下一期专门的去聊一聊 ETF 对这些财务公司的影响。所以真正脆弱的从来就不是以太坊，
脆弱的是用一家上市公司加着杠杆，靠一个还没有兑现的预言去赌以太坊马上就能反转的这一整套的玩法。以太坊等得起，但贝特曼不一定。最后呢，我们把两个人放在一块来看。Saylor 是那个喊着永不卖出的布道者 ，Tom Lee 是那个相信超级周期的预言家。一个呢压的是比特币，一个呢压的是以太坊。两种信仰，两套话术，两种资产。可你扒开他们的外壳，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底下其实是同一台机器，一台必须不断的靠着融资、不断讲故事、不断证明自己的机器。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看多以太坊，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把看多这两个字变成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所以这期视频真正的问题不是说 Tom Lee 会不会错，看懂行情它不丢人，真正危险的是他不是自己买错了以太坊，他是带着一整家的上市公司一起给压了上去。1年以前呢，Tom Lee 在所有人都说以太坊已死的时候点着了一把火，而且他赌赢了。1年以后的今天，火还在烧，只是现在呢被困在火里的是他自己。所以周年快乐 Tom Lee， 我希望你真的能够快乐。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对这些加密的财务公司有了一点不一样的看法，请点赞订阅频道。下一期呢，我们抽时间来聊聊那把真正的杀死财务公司的刀 ETF。 为什么有了 ETF 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公司。好的，也欢迎关注我们的欧文可录，谢谢，再见。